1万两，就是1万两，2000两，就是2000两，这是又多出，这是4000两。行了，就这么多了啊！行，多出就算几条腿钱了。和珅只要跟纪晓岚吃饭，就会被坑一大笔银子。早在上回科举时，纪晓岚就跟乾隆设局坑了和珅100万两，害他伤心难过了好几个月。这什么佛菜呀！一顿饭吃出去100万两啊！可和珅不仅没有吸取教训，反而再一次主动送上门请老纪吃饭。而这一切全是因为纪晓岚最近看上了一位唱戏的女演员，为了替对方赎身，纪晓岚先是向小月借钱，可穷光蛋的朋友自然也是个穷鬼，小月全身上下也只有10两银子，这让纪晓岚无比的失望。小月得知老纪借钱的目的是替女子赎身后，当即愤怒的拿着银子离开。随后纪晓岚就去大街上思考赚钱的办法，刚好遇到了他的死对头。和珅趁机打趣老纪说：“你连顶轿子都不坐，是不是在省钱娶媳妇呢？你要真缺钱的话，跟我圆一声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借给你。”可纪晓岚怎么可能向死对头低头？和珅于是让他慢慢考虑，说罢就让教父们赶快离开。这副小人得意的模样让纪晓岚十分恼火。我非得好好治治你这何二吧，我非得让你来求我不可。纪晓岚这时突然想起前几日上朝时乾隆曾说宫里丢东西了，他怀疑丢失物是和珅送的3足笔玺，于是便准备去寻找此物，好去坑和珅一笔银子。不曾想竟在琉璃厂发现了一件类似的东西。纪晓岚于是询问起卖家的身份，是一个说话尖尖的山西客。多少钱？不敢瞒您，2万两。纪晓岚听后断定此物就是乾隆丢失的东西，这可把老板吓得够呛，当即就想将这个烫手山芋丢给纪大人。可纪晓岚却不愿收受贿赂，只是让老板保管好，等他筹到银子后再来店里购买。没多久，边关突然传来急报，准噶尔丹又在蒙古起兵反叛了。这次朕决心已定，不彻底平息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下对不起百姓和士兵。乾隆准备派大将傅文忠领兵出征，其他大臣全都表示赞同，唯有纪晓岚在那支支吾吾的。乾隆于是将他单独留了下来。和珅对此十分担心，生怕纪晓岚在背后说他坏话。可是没想到纪晓岚竟从怀里掏出一双鞋垫，说是小月亲手给皇上织的。乾隆对此十分高兴，还说改天请小月去听戏。纪晓岚出来后看到和珅在外面等着，便故意躲到台阶后面等着和胖子上钩。我等你半天了。哦，等我呢，等你。怎么的？要请我吃饭呢？哎，你猜的真对，就是请你吃饭。和珅表示咱俩同朝为官这么多年，应该互通消息，相互遮掩。说着就询问纪晓岚刚才跟皇上聊什么呢？纪晓岚吓唬和珅说：“你要倒大霉了，刚才皇上跟我讨论那个丢失的3足笔玺呢。万岁爷觉得这10两银子的东西也有人偷，这身边的人也太不开眼了吧？这可把和珅委屈坏了。”我能说多少钱呢？啊，我能送给万岁爷一样东西，我说这是10万两银子买来的吗？纪晓岚安慰和珅说：“皇上没怀疑你，他只是想把那东西找回来，然后问问那个小偷，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银子。”和珅听后突然不再害怕了，因为他知道那东西一旦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就连原本想请纪晓岚吃饭的心思都打消了。可是没想到老纪却表示自己见到那件东西了。老纪，你真能逗啊！你不早说的。哎，咱们甭说别的，咱先去吃饭。不用，去，咱去吃饭。不去，我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走。那我点啊。两人一来到饭馆，纪晓岚就又开始逗和珅玩。只见他故意点了2道菜，一道叫看着糊涂，另一道叫自己清楚。这可把店小二给搞懵了，觉得眼前之人的脑子不太正常。小心眼儿，你记仇，你还惦记着那年咱们跟皇上一同去取羊啊？这菜只有取羊有，这儿哪有啊你？闲聊完后，和珅就开始打听那件东西的下落，可纪晓岚却表示老板只卖给自己。和珅立马死皮赖脸的请求纪晓岚坑他。哎，多少两银子？2万5千两。那么多啊？怎么着嫌多呀？没关系，你嫌多不要紧啊。赶明儿我把这东西买了，我送给皇上去。和珅为了身家性命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银票。他先是拿出2张1万两的银票递给纪晓岚，就是1万两，接着又翻出2张2000两的，又是2000两。可剩下的几张没找到1000两的，最后只好交出了1张4000两的银票，还惨兮兮地告诉纪晓岚说剩下的就当跑腿费了。纪晓岚拿到银子后就立马替张了了赎了身，还准备把他带回家里养着。为了诱骗对方进府，纪晓岚竟说家里没什么人，我家里就有2个下人，没什么不方便。随后纪晓岚就光明正大地将张小姐迎进了草堂，还向2个下人介绍了她的身份。先生，您称这张小姐是张小姐，或者是什么了了都行。可是我跟希尔该怎么称呼啊？是不是该称夫人了？与此同时，和珅也在家里收到了顺丰快递。他仔细观察了一番后，不禁对纪晓岚十分佩服。为了毁灭证据，他当场将这价值2万两的古董给摔了个粉碎，接着又吩咐刘全把碎片砸成沫子，并埋到后花园里。老纪呀，老纪，你以为你蒙了我的银子？我就说了，钱不是那么好蒙。你用这笔银子干什么？以为爷我不知道吗？